当你满怀期待地走到阳台，准备欣赏那盆精心呵护的月季或者茉莉花时，突然发现原本翠绿的叶片失去了往日的光泽，变得灰蒙蒙的，像是蒙上了一层灰尘。你下意识地翻开叶子背面一看，那一瞬间头皮都要发麻了。一层细细密密的白色丝网覆盖在叶面上，无数个红色的小点在网上面疯狂乱窜。这绝对是所有养花人最恐怖的噩梦，红蜘蛛爆发了。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去买各种强力的杀虫药，对着花盆一通狂喷，结果没过2个礼拜，这些小东西不仅卷土重来，甚至比之前还要猖狂。其实对付这种顽固的家伙，根本不需要去农资店买那些有毒又有难闻气味的化学农药，你家里的药箱里就藏着一个对付它们的超级克星，那就是风油精。只要你懂怎么调配这碗特制的风油精水，再顽固的红蜘蛛都能被收拾得服服帖帖，甚至连虫卵都能给你清得干干净净。让人头疼的是红蜘蛛的抗药性。现在的红蜘蛛早就不是几十年前那种笨家伙了，它们在长期的化学药物洗礼下，练就了一身金刚不坏之身。你今天用了某种药，下个礼拜再用，可能效果就打折了，再过1个月可能完全失效。很多花友为了治红蜘蛛，家里买了7、8种药，轮番上阵，最后不仅把家里的空气搞得全是农药味，对家里有小孩或者宠物的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安全隐患。结果那几盆花还是被红蜘蛛吸干了枝叶，最后叶子发黄脱落，整株枯死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方法，完全摒弃了那些高毒性的化学农药，走的是物理触杀和生物驱避的路子。风油精这个东西大家太熟悉了，夏天蚊虫叮咬抹一点，提神醒脑抹一点。但是你仔细看过它的成分表吗？它的主要成分是薄荷脑、樟脑、桉油、丁香粉，还有水杨酸甲酯。这些成分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是清凉解暑的神器，但是对于红蜘蛛这种螨类生物来说，那就是致命的毒气室和强效的腐蚀剂。薄荷脑和樟脑具有极强的挥发性和渗透性，红蜘蛛的表皮非常薄，一旦接触到高浓度的风油精溶液，这些挥发性物质会迅速渗透到它的体内，破坏它的神经系统，让它瞬间麻痹。而桉油和丁香粉则具有强烈的触杀作用，能够堵塞红蜘蛛的气孔。大家要知道，红蜘蛛是用气孔呼吸的，一旦气孔被油性物质堵住，它们就会窒息而死。除了杀虫，风油精还有一个被大家忽略的巨大作用，那就是驱避。很多时候我们喷药是为了杀虫，但更重要的是让虫子不敢来。风油精那种特殊的强烈气味，对于红蜘蛛来说是非常厌恶的。喷过风油精水的叶片会残留这种气味，外面的红蜘蛛闻到这个味道就会绕道走，这就相当于给你的植物穿上了一层隐形的防护衣。这比单纯的杀戮要高明得多，因为它改变了植物表面的微环境，让这里变得不再适合红蜘蛛生存和繁衍。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难点，也是很多花友听说了风油精能治虫，回家自己试了却没效果，甚至把叶子烧坏了的原因，那就是水油不相溶的问题。风油精里面含有大量的油性物质，如果你直接把风油精滴到水里，你会发现它会飘在水面上，形成一层油膜。你摇晃的再厉害，静止几秒钟它又分层了。这时候如果你直接倒进喷雾器里去喷，喷出来的液体是不均匀的。一开始喷出来的全是水，对虫子一点杀伤力都没有。等到水喷完了，最后喷出来的全是高浓度的风油精油，这就完蛋了。高浓度的风油精会直接灼伤叶片，把叶子烧得焦黑，造成严重的药害。所以要把风油精变成能杀虫又安全的神水，我们必须解决乳化的问题。这就需要请出我们家家户户厨房里都有的第二样神器，那就是洗碗精。洗碗精在这里的作用不是杀虫，虽然它也有一定的粘着性，能燃住虫子，但它在这里最主要的角色是乳化剂。洗碗精能够把风油精里的油性分子打散，让它们均匀地悬浮在水中，形成一种乳白色的悬浊液。这样我们喷出去的每一滴水珠里都包裹着微量的风油精成分，既能保证杀虫的效果，又能确保浓度均匀，不会因为局部浓度过高而烧伤叶片。
这一点至关重要，是这个配方能不能成功的核心机密。首先，我们在保特瓶里装入大概500毫升的清水，水温也是有讲究的，最好不要用刚从水龙头里接出来的冰冷自来水，特别是冬天或者早春的时候，水温太低会让风油精的溶解度变差，而且冷水喷到植物叶片上会造成冷害。最好是用晾晒过1天的常温水，或者是微微带一点点温热的水，大概20度左右最好，这样有利于分子的扩散。水装好之后，我们要先加洗碗精，注意了，顺序不要乱。先加洗碗精是为了让水体先具备乳化的能力。洗碗精的量不需要多，500毫升的水，大概滴入2到3滴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家里有那种用来量取液体的小吸管，大概就是1毫升左右的量。滴进去之后，先把盖子盖上，轻轻摇晃一下，让洗碗精在水里化开，这时候你会看到水里会有一些泡沫，这是正常的。接下来就是重头戏，加入风油精。对于红蜘蛛爆发比较严重的情况，也就是你已经能看到明显的白色丝网，叶子背面已经有密密麻麻的红点了，我们需要用重质的比例，500毫升的水加入大概3毫升到4毫升的风油精。风油精的瓶子通常比较小，瓶口有个内塞，滴出来的速度比较慢。大家可以数滴数，一般1毫升大概是20滴左右，所以3毫升大概就是60滴。如果你嫌数数太麻烦，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估算方法，就是看风油精瓶子的刻度。一般小瓶的风油精是3毫升装或者5毫升装的，如果是3毫升装的，那你一次大概倒进去1整瓶也没问题。如果是那种大瓶的，就倒大概半个瓶盖的量。风油精滴进去之后，你会立刻看到它飘在水面上，这时候赶紧盖上盖子，开始疯狂摇晃。这个摇晃的过程不能敷衍，至少要上下用力摇晃1分钟以上。你要想象自己是在调酒，必须把里面的油和水彻底打散。随着你的摇晃，你会发现瓶子里的液体开始发生变化，原本清澈的水慢慢变成了乳白色，就像是稀释过的牛奶一样。这就是乳化成功的标志。如果你摇了1分钟，水还是清的，油还是大颗粒的飘着，那就说明洗碗精加少了，或者是摇晃的力度不够。这时候可以再补1滴洗碗精，继续摇，直到液体完全变成乳白色为止。做好了这一步，这瓶专门针对红蜘蛛的特种部队就算集结完毕了。但是别急着喷，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，就是测试。虽然这个配方是经过无数花友验证过的安全比例，但是不同的植物对于风油精的耐受程度是不一样的。比如月季、扶桑花这些皮实的花卉，叶片角质层比较厚，耐受力强。但是像杜鹃、兰花或者是铁线蕨这种叶片比较薄、比较娇嫩的植物，或者是刚好处于发新芽嫩叶期的植物，它们对刺激性物质比较敏感。所以为了保险起见，在大面积喷洒之前，一定要先找1-2片叶子做个局部测试。喷上去之后观察半个小时，如果叶片没有出现萎蔫、黑斑或者边缘焦枯的情况，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全株喷洒了。有了这瓶药水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行动了。但是喷药的手法也是决定胜负的关键。很多朋友喷药就像是在给花洗澡，从上往下淋一遍就完事了。对于红蜘蛛来说，这种喷法简直就是给它们挠痒痒。因为红蜘蛛90%都躲在叶子的背面，而且它们会织网。那层白色的网有很好的防水性，水珠喷上去会被弹开，根本接触不到虫体。而且红蜘蛛非常狡猾，你从上面喷，它们就躲到下面；你从左边喷，它们就躲到右边。所以我们喷药的时候，必须要把花盆垫高，或者把你的人蹲下来，喷嘴要朝上，对着叶子的背面喷。要采用雾化程度最高的档位，让喷出来的药液像雾气一样包裹住整株植物。一定要把叶子背面喷得湿漉漉的，要看到有水珠挂在上面才行。对于那些已经结网的地方，要离得稍微近一点，利用喷雾的冲击力把网冲破，让药液直接渗透进去。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，就是喷药的时间选择。这一点甚至直接决定了你是治好了花还是杀死了花。
千万不要在中午大太阳底下喷这个风油精水。中午温度高，阳光强烈，水分蒸发极快，药液喷上去还没来得及起作用就干了，这叫无效用药。更可怕的是，水珠在强光下会形成透镜效应，把阳光聚焦在叶片上，把叶子灼伤。再加上风油精本身就有极强的挥发性，高温下挥发太快，局部浓度瞬间升高，很容易造成严重的药害。最好的喷药时间是在傍晚，太阳落山之后，或者是阴天的时候。这时候气温降下来了，湿度上来了，红蜘蛛也开始出来活动了。这时候喷药，药液能在叶面上停留更长的时间，充分发挥渗透和触杀的作用，让风油精慢慢的折磨死这些小虫子。喷完之后，经过一夜的熏蒸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你再给植物喷一点清水，把残留的药液和死虫子冲洗掉，你会发现叶子变得干净清爽，重新恢复了生机。除了红蜘蛛，这碗风油精水其实还是个多面手。我们在养花的过程中，经常还会遇到另一种讨厌的小虫子，那就是蚜虫。蚜虫通常聚集在植物最嫩的顶梢上，密密麻麻的吸食嫩叶的枝叶，搞得新叶子卷曲缩水，长不开。其实风油精水对蚜虫同样有效。蚜虫的身体也是软软的，没有硬壳保护，风油精接触到它们身上，同样能起到触杀的作用。如果你发现家里的花长了蚜虫，用同样的配方，对着嫩梢喷一喷，效果也是立竿见影。还有那个让人烦躁的小黑飞，就是土里飞出来的黑色小蚊子，虽然它们不怎么吃叶子，但是飞来飞去很恶心，而且幼虫在土里会啃食根系。我们可以在浇水的时候稍微滴几滴风油精在水里灌根，那种强烈的气味能把土里的幼虫熏死或者是赶跑，让它们没法在土里安家。说到这里，我们不得不提预防的问题。虽然我们有了克星，但是最好的治疗永远是预防。红蜘蛛为什么会爆发？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环境不适宜植物生长，却非常适宜红蜘蛛繁殖。红蜘蛛最喜欢什么样的环境？高温、干燥、不通风。这三个条件只要凑齐了，红蜘蛛想不来都难。特别是现在的楼房封闭阳台，玻璃把紫外线挡住了，风也进不来，夏天一晒，阳台里面就像个蒸笼一样，又热又干。这种环境简直就是红蜘蛛的天堂。所以我们在用风油精水治标的同时，还要治本。我们要把那个让红蜘蛛觉得舒服的桑拿房，改造成让它们觉得难受的水牢。怎么改呢？第一件事就是增加湿度。红蜘蛛是典型的怕湿喜干，在潮湿的环境下，它们的繁殖速度会直线下降，而且卵的孵化率也会变低。所以，如果你家里的环境特别干燥，你可以准备一个喷壶，里面就装清水，没事的时候就对着植物的叶片周围喷一喷水雾。这就好比是给植物开了一个加湿器。特别是对于那些像月季、绣球这样特别招红蜘蛛的花，你每天早晚各给叶子喷一次水，不仅能补充水分，还能冲刷掉叶片上的灰尘。要知道，灰尘也是红蜘蛛最喜欢的掩体。叶片干净了，光合作用强了，植物抵抗力自然就上来了。再一个就是通风，红蜘蛛最喜欢静止不动的闷热空气。在那种密闭的阳台角落里，空气不流通，热量散不出去，红蜘蛛简直开心死了。所以我们要人为的制造风。如果自然风进不来，那就用电风扇。这不是开玩笑的，很多资深的养花大神，夏天阳台上都是挂着工业风扇或者是循环扇，24小时吹。风一吹，叶片背面的微环境就变了，湿度和温度都会下降，红蜘蛛就很难在内张网里安安稳稳的生孩子。而且风能带走病菌，减少其他的病害。接下来我们要教大家一个进阶的大招，这一招是专门针对那种红蜘蛛已经爆发到不可收拾，叶子上全是网，甚至叶子都快掉光了的小型盆栽。比如说那种微型月季，或者是刚刚买回来的满是虫子的草花。这时候光靠喷雾，可能有些死角还是喷不到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要用浸盆法，或者叫倒扣洗头法。大家找一个大一点的水桶，里面装满我们刚才调配好的风油精洗碗精水，
水的深度要能完全没过植物的冠幅。然后我们找一个塑料袋，把花盆的土壤部分包起来，系紧袋口，只露出植物的枝干和叶子。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土掉出来，也是防止泥水把水桶弄脏。然后我们就把整盆花倒过来，把植物的头直接按进水桶里，让所有的枝条、叶子全部浸泡在这个药水里。这时候你要稍微在水里晃动一下，你会看到无数的气泡冒出来，这就说明药液正在通过水的压力，强行灌注到每一个缝隙里。不管是躲在叶子背面的，还是藏在芽点里的，或者是结得厚厚的网，在水的浮力和压力下，全部都会失效。就这么浸泡个3到5分钟，不用担心植物会被淹死，植物没那么脆弱。泡完之后，把花拿出来，沥干水分，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。这一招下去，基本上99%的红蜘蛛都得交代在这里，可以说是一次性的毁灭打击。治好了虫，很多花友又会面临一个新的问题，那就是看着那些被红蜘蛛咬得斑斑点点的叶子，心里特别难受。红蜘蛛吸食过的地方，叶绿素被破坏了，会留下无法修复的灰白色或者黄褐色的斑点。这些叶子确实很难看，但是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大家，千万不要因为看着不顺眼，就一次性把这些叶子全剪了。植物的恢复是需要能量的，而能量的来源就是光合作用。虽然这些叶子受伤了，功能受损了，但只要它还有绿色的部分，它就还在工作，还在制造养分。如果你把叶子全剪光了，植物就成了光杆司令，它拿什么去进行光合作用？拿什么去长新叶子？所以，对于那些受损但没有干枯的叶子，我们要留着，虽然丑一点，但是它们是功臣，是伤兵，我们要给它们时间。只有等到新叶子长出来了，展开了，能够接班了，我们再慢慢的把那些老弱病残的叶子修剪掉。在恢复期还有一个大忌，就是施肥。很多花友觉得植物生病了，身体虚，得赶紧补补，于是大肥大水的灌下去，这简直就是催命符。植物在遭受红蜘蛛侵害后，根系的吸收能力其实是很弱的，而且整株植物处于一种应激状态。这时候你给它施农肥，它根本吸收不了，反而会烧坏根系，造成肥害。这就好比一个刚做完大手术的病人，你还没等他醒过来，就给他塞红烧肉，那肯定是要出人命的。正确的做法是，在虫害彻底控制住之后，先让植物缓个1周到10天，只浇清水。等看到有新鲜嫩绿的小芽点冒出来了，说明植物的生命力开始复苏了。这时候我们再给一点点鸡蛋的薄肥，最好是水溶肥，浓度要比平时稀释1倍以上，循序渐进的帮它恢复元气。在使用这个方法的过程中，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。比如有些植物天生就对油性物质过敏，比如一些叶面带有绒毛的植物，像大岩桐、非洲锦，它们非常讨厌叶子沾水，更别提沾油了。风油精水喷上去可能会导致叶片腐烂。对于这类植物，我们最好不要用喷雾的方法，可以在盆边埋一点小白药，或者是用熏蒸的方法。还有就是家里的宠物，猫咪对薄荷脑和樟脑的味道非常敏感。如果你刚喷完花，最好把猫咪隔离一下，不要让它去啃咬，或者是蹭那些叶子。养花是一场修行，红蜘蛛就是我们在取经路上的991难之一。不要怕它，也不要恨它，它其实是在提醒你该给花通风了，该给花洗澡了，或者是你最近太忙，忽略了对植物的关爱。当你拿着喷壶，耐心的把每一片叶子背面的虫子洗刷干净，看着植物在你的救治下重新长出红彤彤、油亮亮的新叶子，那种成就感是任何事情都替代不了的。希望这碗风油精水能成为你养花路上的得力助手，保卫你阳台上的那一片姹紫嫣红。记住这个配方，记住这个手法，更要记住那份对待生命的耐心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那些正在被红蜘蛛折磨的花友们。